今天是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马上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今年9月3日大阅兵的意义，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中国人从此要而且有能力用和平的方式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真正走向先烈们所期盼且承诺过的那个未来了。这句话确实不好理解，因为它需要我们走入历史的长河，回望1925至今的历程，才能明白。亮剑秀肌肉阵宵小也好，展示装备让人眼神清澈也罢，都只是一时之选，都是应对当下惊涛骇浪的国际形势时所需的必要手段，但并不是这次阅兵的全部，或者应该这样说，这次阅兵的格局比这些说法大得多。只有回望且铭记那段历史，我们才能理解，这次阅兵除了是对当下时局的回应，更是对过往历史的一次强有力的应答。是宣告给全世界，中国已经不可能再走入100年前那样的历史局势之中。此后，中国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是一次对100年前那样的历史所做出的告别和再出发。大家好，我是微笑。借此机会，我们一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17次阅兵盛典，才能看懂今年阅兵。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开国大典期间，新中国进行了首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有多么来之不易，需要从4个月前开始讲起。1949年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毛主席的讲话赢得了台下代表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而就在同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对北平南苑机场发动了空袭。6架 B-24型轰炸机投下了30颗重磅炸弹，导致196间民房倒塌，造成24人死伤。由于当时我们的防空体系很不完善，连有效的雷达设备都没有，国民党飞机以超低空编队飞入北平，完成轰炸后迅速撤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入无人之境。如果开国大典当天，国民党空军再对天安门来一次这样的轰炸，该怎么办？庄严的开国大典岂不要成为国际笑话？这确实就是蒋介石的计谋，而这也是开国大典时间没安排在上午，而确定在下午3点的缘由。因为当时国民党飞行员夜间起降技术相对较弱，如果敌机想要天黑前返回基地，轰炸就必须在中午前完成。因此，我们将开国大典推迟到了下午3点。同样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直到10月1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才突然向全球发布公告，宣布将于当天下午举办开国大典。此时距离大典正式开始只剩下5个小时，惊险时刻贯穿了整个流程。10月1日，开国大典按时举行，台下红旗飘扬，数十万群众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但人们并不知晓，当时参加阅兵的飞机中有4架正以战备状态携带实弹飞行，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不仅要接受检阅，还同时承担着防范国民党空袭、保卫首都空防的重要使命。如果遭遇敌情，他们将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更令人感慨的是，出于高度的信任，执行带弹飞行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全部都是不久前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与此同时，为了预防被空袭，地面上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所有事项都已做出清晰安排。假如敌机自己南方位进犯，抵达首都尚需1小时，那么地面上仅存的2架正执行1等战备值班任务的战机，将在半小时航程内升空迎敌并击落目标。若敌机已逼近首都周边仍未遭击落，则我方战机撤离战场，由地面高射炮部队担负打击职责。此外，为确保民众安全，受阅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都进行了宣誓：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除了战时的紧张氛围，如今回顾第一次阅兵，还有满满的感慨。当时受阅部队是按照海陆空3军序列进行编组的，但当时我们的空军实际上还没有正式组建，海军力量几乎为零。走在最前面的海军方队是从大连海啸临时抽调过来的水兵临时组建起来的。陆军装备的武器种类繁多，日本造的38式步枪，德国造的毛瑟枪，英国式短枪，美国式卡宾枪，捷克造轻机枪，简直像一个国际军械博览会。空军当时尚未正式成立，仅仅是一个临时飞行中队，许多飞行员来自国军起义部队，飞机也是费尽周折才凑齐了17架，于是就有了那个感人的故事。当时周总理为了撑起场面，让领队的9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后，
立即掉头再飞一次，让飞机飞2遍，将新中国当时的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还有个细节也道尽了艰辛，因为我们的飞机都是拼凑而成，有些还伤痕累累。受约前有个问题请示到了聂荣臻那里，这个问题是飞机通过天安门时应该飞多高？最后是一旁的苏联中将解答，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行高度要足够飞机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可能熄火的不止飞机。我们的受阅战车当时电台大部分是坏的，车长站在炮塔内，只能踮起脚尖踩在驾驶员肩上指挥坦克。那时的坦克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而来，为了准备开国大典，从各个部队临时抽调组成，战士们日夜不停地抢修。当时聂荣臻见到华东军区战车团负责人田申时，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车辆绝对不能熄火。但这个要求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官兵们反复进行检查维护，但在阅兵行进过程中，仍有一辆坦克行驶至天安门西侧时，由于机械故障突然停止了运行。幸好后方车辆驾驶员灵机一动，驶上前去，用车身强行推着它继续前进。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将这一幕看得明明白白，但他并未责备任何人，因为他心里清楚，这已经是我军当时最先进的装备。这一年的阅兵装备基本上都是万国牌，直到罗马拖着山炮队伍慢慢走过金水桥，才终于出现了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装备，不是山炮，而是那些罗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现场无数民众纵情欢呼，同时又热泪盈眶。前面提到的华东战车团团长在回忆那一刻时说道：当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流下来，受尽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中华民族终于站立了起来。这一刻，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承受巨大压力的受阅飞行员们在那一瞬间同样泪流满面。对于这种感受，著名学者任继玉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100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开国大典的欢庆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手持红灯的群众如火龙般穿过全城。但今天我们从影像中也能看到，那一天毛主席的神情始终严肃，笑容不多。他后来自己评价那一天，又愉快又不愉快。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确实，除了贫穷落后，就在阅兵之时，我们的海南岛以及广阔的大西南地区尚未获得解放，战火仍在持续。而除此之外，1950年初，全国仍有土匪武装超过260万人，这其中许多受过国民党训练。另外，当时还有2个最大的困难：一是物价急剧上涨，全国经济几乎崩溃；二是灾情十分严重。1949年由于水灾，全国被淹没的耕地达到12156万亩，受灾民众达4000万人，重灾区灾民约1000万人。这就是当时我们首次大阅兵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那一天我们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危险，坚持如期举行开国大典的非凡勇气，以及无数群众欢笑着、跳跃着、欢呼着，而泪水却在奔涌。从1950年至1959年，新中国又连续进行了10次国庆阅兵。这10次阅兵如同10级向上的阶梯。1950年，朝鲜半岛战火纷飞，中朝边境炮声不断。10月1日，新中国进行了第2次盛大阅兵，1900匹白马组成的骑兵方阵，战马整齐列队，创造了最壮观的场面。但当时鲜有人知，这次阅兵仪式实际上比第1年的肃杀氛围甚至更为浓厚。因为在阅兵前夜，国家安全部门截获重要情报，特务计划在国庆阅兵当天行动，企图炮击天安门。周总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立即向主席汇报，毛主席沉着回应道：轰炸也好，打手榴弹也好，打迫击炮也好，照样阅兵和游行。第2天登上天安门之前，毛主席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对身边的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危机还不止这些，因为就在国庆阅兵当天，朝鲜政府向中国提出派兵支援的请求传到了北京，
同一天，斯大林建议中国组建志愿军支援朝鲜的电报也送达北京。阅兵式当晚，毛主席彻夜难眠，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出兵朝鲜事宜。而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出兵。1950年，美国当年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而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还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高达2800亿美元，我国仅为100亿美元，两者相差28倍之多。在军事装备方面，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众多先进武器，我军基本上还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因此，一旦出兵，如果打不赢该怎么办？而且，如果美国轰炸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毛主席反复权衡，考虑再三，10月8日高层统一意见后，最终做出艰难决定。随后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10天后，10月18日，中央正式发布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10月19日，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在赴朝作战的志愿军队伍中，有许多是参加了阅兵观礼的战斗英雄，他们几乎是从阅兵场直接出发，立即奔赴战场。其中一些人为国牺牲，英勇献身。1951年国庆阅兵典礼，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次阅兵，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当天，志愿军归国代表也登上了观礼台。此次阅兵轰炸航空兵第8师是受阅部队之一，飞越天安门广场。2星期后，空巴士官兵刚结束阅兵任务，随即调兵前往沈阳，准备作战，随后奔赴朝鲜前线。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一边备战，一边在工业建设中艰难前行。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借助苏联的支援，逐步更新为苏式装备体系。T-34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Su-76自行火炮、米格15歼击机，特别是1953年首次亮相的卡秋莎火箭炮，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难忘记忆。在获得外部支援的同时，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研发自主的武器装备。1956年7月19日，试飞员吴克明驾驶着仿制米格17的国产歼5战机，在沈阳上空留下了一道白色航迹。这是中国首架喷气式战斗机的首次飞行。2个多月之后，1956年10月1日，歼5战机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毛主席满怀激情地对外国友人说道：“看，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那一瞬间，如同整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也伴随着战机一同在蓝天中展翅翱翔。随后的几年间，中国军工在仿制改进与自主研发并行的道路上，一步步攻克技术的难关。直至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一年的阅兵仪式，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年阅兵场上的新装备中，90%以上实现国产。步兵手中的是自研的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炮兵操控着59式高射炮和加农炮，装甲方队驾驶的是刚刚下线的59式国产坦克，天上飞翔的是歼5喷气战机，就连指挥检阅车也用红旗替代了曾经的苏制吉普。那一刻，长安街上不再只是接受援助的队列，这是首次凭借完整的国产实力向全球展示中国军工的初步形态。从步枪到火炮，从装甲车到战斗机，几乎每个军种都在弥补空白领域，但豪情之下亦有隐忧。尽管当时我们通过仿制实现了装备的列装，但技术基础并不牢固，也未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59式坦克炮塔的铸造合格率只有 35%， 发动机寿命更是远低于苏联原装产品。我们举全国之力生产的钢板实际上质地脆弱，容易断裂。同样是在这一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困境进一步加剧。内部，国家进入3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加上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应短缺，使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许多人不得不啃树皮吃草根。外部环境方面，中苏两国矛盾不断激化。就在1959年天安门城楼阅兵时，赫鲁晓夫公开威胁毛主席：“我们把专家撤回来怎么样？”毛主席平静回应：“那也好，我们自己搞。”果然，在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并逐渐完全停止了武器和国防技术出口，同时要求我国在短期内把之前的援助连本带息全部还清，流民遍地，孤立无援。这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痛苦的时刻，痛彻心扉。1949年至1959年间的每年国庆阅兵，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凝聚国民力量的需要。而这个时候，新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困境。老实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财力和精力再举办大型阅兵仪式了。为了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国家决定自1960年开始，
不再举行年度阅兵仪式，而是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然而这项规定最终未能得到贯彻，因为下一次阅兵并非在10年之后，而是等待了整整25年。究其原因，是历经磨难的新中国又经历了文革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与苏联关系恶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大国重器的制造，最终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军工被迫在技术封锁的环境中和文革动荡的背景下艰难前行，同时还要面对美苏2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压力。在重点突破的2弹1星计划中，我们获得了重大突破，原子弹的巨响震撼天际，东方红卫星遥望宇宙。但常规武器发展之后，到了70年代末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和战斗机仍停留在50年代末的水平。这是我们艰难的20年。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进攻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100万，声称要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摧毁中国核设施，并7天攻入北京。毛主席被迫下令在京干部立即转移。在这期间，为了做好战争准备，我们数百万人被迫藏入深山，进行了极其艰苦的3线建设。在这段时间里，第一代领导人中，多数人相继离世，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却又未尽事业的新中国。我们苦苦支撑，我们默默坚持，我们心中充满悲痛，我们心有不甘。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织中，我们迎来了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首次盛大阅兵。1984年10月1日上午10点整，庆典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和28响礼炮声中正式开启。此时的长安街上鲜花簇拥，红旗飘扬，但天安门城楼之上，25年前曾在此处的第一代伟人们，多数已不在人世。他们为共和国奉献一生，如今已成为历史。10点02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的阅兵车开始行进，驶离天安门，穿过金水桥。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上前汇报，受阅部队已列队完成，请您开始检阅。伴随着雄壮的阅兵进行曲奏响，阅兵式正式拉开帷幕。回顾过去的25年历程，这个国家历经沧桑，饱经艰辛。文化大革命于8年前落下帷幕，唐山大地震同样发生在8年前，对越自卫反击战已在5年前爆发。阅兵之际，仍有官兵在老山轮番作战。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已经启动，农村包产到户的春风已吹遍神州大地，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已经设立，并且就在阅兵的5月前，中央首批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因此在天安门广场上，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同样复杂的情感。这个国家经历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情感在25年没有阅兵的背景下，所有人心中积压的压抑与自豪都喷薄而出，化作10里长街之上一股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声浪。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这是为了体现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和爱护，由邓小平提议，阅兵史上首次采用这一口号，取代了25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并一直沿用至今。10点29分，分列式阅兵正式开始，陆海空3军仪仗队护卫着鲜艳的81军旗，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场地。接下来出场的是各个接受检阅的方阵队伍。为了展现中国军队的威武气势，官兵们在阅兵村进行了数月的封闭训练。为了练好队列动作，每天要重复踢正步上万次，鞋跟不断敲击水泥地面，留下成排的血泡。为了保持军姿挺拔，有人在衣领上别了大头针，一低头就会被针扎到。为了站姿一动不动，就在脚后跟加一颗黄豆，即使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也不能让黄豆掉落在地。后来直到军姿无可挑剔，就从眼神次数着手，谁眨眼睛多，谁就被淘汰。也是在这场阅兵仪式中，战士们的3段式劈枪动作威风凛凛，杀气十足，看得让人热血沸腾。队伍之中，女兵方队和武装警察部队首次接受检阅。骄傲吧中国姑娘，我们不仅有3连冠的中国女排，而且有勇往直前的中国女兵。10时56分，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队伍开始入场。一个写着小平您好的横幅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这个如同家人朋友般的问候也因此传遍了全世界。
这一年的阅兵仪式是建国以来规模最盛大、装备最为先进、机械化水平达到最高的一次。这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首次公开亮相自己的军事力量。它向全世界展示了在长达20年时间里缺乏外部援助，同时面临美苏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人如何实现自我突破。参阅的28种武器装备，从反坦克导弹到战略核导弹，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制，其中有19种型号首次公开亮相。最为耀眼的时刻，当属东风负5号弹道导弹的出场。9辆墨绿色牵引车缓缓驶出长安街东侧，阳光照耀下，巨大的导弹闪烁着冷峻的光芒。观礼台上，记者们纷纷举起长焦镜头，老兵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街道两旁的人群静静凝视。当巨型导弹缓缓通过天安门城楼，掌声和欢呼声如潮水般响起，惊叹与喝彩。这一切都源于这是我国首款洲际弹道导弹，象征着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因而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款名为东风的国家重器1965年正式立项，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展现在世界面前。遗憾的是，东风已至，彰显我国国威，却故人已逝。1984年盛大阅兵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武器装备也实现了完全国产化。但在展示国威的同时，仍然存在隐忧，那就是我军装备的整体性能仍然落后西方20年。因此，邓小平在阅兵后立即做出决定，实施100万大裁军。这一举措旨在集中资源和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快速增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代战争已经不再以人数多少为决定因素，因此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精锐部队和关键武器装备上，重点攻关急需的导弹、雷达、战机和坦克。100万大裁军将军队总规模从423.8万人缩减至323.5万人，后续持续进行裁减。时光流转，从1984年起，出于韬光养晦、大力建设经济的需要，同时因为苏联解体、国际局势动荡等一系列原因，此后15年我们都没有举行过国庆阅兵，下一次转眼间已来到世纪之交。1999年，在这15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屈辱始终相伴相随。1993年，美军以无端借口强行登临中国商船银河号。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双航母编队步步紧逼，两军对峙一触即发，但当时我军雷达电子对抗能力全面落后。1999年5月8日，南斯拉夫战场，美军精确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名记者不幸遇难，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事件震惊全国上下。一次次屈辱事件让全民义愤填膺，但为了抓住宝贵的经济发展机遇期，我们选择韬光养晦，一次次保持战略定力，卧薪尝胆。令人欣慰的是，在那个年代，中国确实把握住了发展机遇期。90年代，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全国人民满怀期待。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整整50周年，也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前的最后一次盛大阅兵。这一天的天安门广场鲜花簇拥，成为欢乐的海洋。但天安门城楼之上，那位为新中国奉献一生的腰杆永远挺得笔直的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2年前，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1984年大阅兵是他首次担任国庆阅兵首长，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过去的15年是韬光养晦的15年，也是经济飞速发展的15年。在经历100万大裁军，集中资源进行军工研发之后，本次阅兵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水平显著提升，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主力兵器。受阅的42种大型装备中，只有2种曾参加1984年阅兵，其他均为全新研制型号，全部实现国产化。99式主战坦克首次亮相，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准。海军展示新型反舰导弹系统，类似法国飞鱼导弹。另外，陆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首次公开亮相。最大的遗憾在于，空中梯队仍然以歼负7和歼负8作为主力机型，与美军的 F-15、F-16存在代际差距。当时有评论指出，解放军仍需卧薪尝胆，还需要时间，意味着仍需忍辱负重。2001年，美国EP-3侦察机事件，未经允许侦察海南岛，撞上我方拦截的歼8战机，造成飞行员王伟英勇牺牲，未能返回基地。2001年，中国军费仅为170亿美元，美国军费则超过3000亿美元，完全不在一个量级。面对多次屈辱事件，中国选择继续隐忍，也从中深刻领悟，核心技术必须自主掌握。
90年代银河号事件之后，中国投入巨资建设北斗卫星试验系统，台海危机催生了中华神盾舰载相控阵雷达的研发。南斯拉夫之殇激发了打破美军隐形威慑的反隐身雷达。2001年王伟撞击事件推动了预警机、数据链、岛礁基地的建设。中国军工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这段充满血泪的历程充分证明，只有在技术高峰上坚持不懈攀登，才能在霸权围堵之中开辟民族自强之路。韬光养晦，终于我们来到了突破极限的2009年。2009年，新中国在风云激荡中走过了一个甲子，距离我们上一次阅兵则过去了10年。这10年中，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快速发展，展现出大国崛起的气势，神舟飞天让全国振奋，成功举办奥运会令世界赞叹。而同时，我们同样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深切悲痛。时间来到200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4次盛大阅兵。此次阅兵堪称中国军工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从整体来看，展现出几多几少的显著特征：徒步方阵数量有所缩减，装备方阵规模相应扩大，陆军方阵比例下降，海空军和2炮方阵比例上升，参阅兵力规模缩减，高技术兵种和特种兵方队数量增加。阅兵方队的组成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解放军内部结构的调整。我军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兵种构成，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都大幅提升。在武器装备方面，1999年受阅武器装备 95% 为国产，最大的遗憾是当时还不能制造第3代战斗机。到了2009年，歼负10和歼负11等国产3代战机震撼亮相，这标志着中国空军实现了从2代半到3代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也因此达成了参阅武器装备全部国产化的目标。另一个首次登场的重要装备是空警负2000预警机，它整合了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等多种功能，是信息化作战的空中指挥核心，也是一国空战能力的重要倍增器。中国从此跻身全球极少数能够构建完整空中预警体系的国家行列。这次阅兵也清晰展示了现代化战争的新特征——信息化。60年巨大变迁，中国早已不只有小米加步枪。这次从天安门前经过的，正是中国军队10多年来的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展现。而且展示出来的也只是最终成品，实验室中的预研型号比现役装备领先10年。新中国首次阅兵只有罗马式国产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群众游行队伍。当北京奥运会主题方阵徐徐进入场地时，天安门广场上回荡起优美的《我和你》旋律，花车上的祥云火炬与鸟巢造型仿佛将人们带回到那个梦幻的夜晚。待到众志成城方阵登场，冲锋舟形态的大型花车上站立着的是曾经参与98抗洪和汶川地震救援、抗击非典和雨雪冰冻灾害的英雄代表。千言万语汇聚成当时广场背景上配合方阵展示的文字内容，万众一心，众志成城。2009年之后，下一次阅兵是在2015年9月3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15次大阅兵，也是首次在非国庆节举行的大阅兵。时间不同是由于主题有所区别，之前历次国庆阅兵都是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主题更多是庆祝，而这一次则是为了纪念70年前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主题是纪念。主题不同，所以环节不同。国庆阅兵事后有盛大欢乐的群众游行，胜利日阅兵没有群众游行，但阅兵事前有纪念大会。今年我们的93胜利日大阅兵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2015年的阅兵仪式，我们展示的武器装备再次升级换代 ，84% 的装备是首次公开亮相。参阅飞机数量创下历次阅兵之最，歼负15舰载战斗机呼啸而过，标志着我们进入了舰机融合的新时代。第二，炮兵派出6个装备方队，7种导弹武器型号同时登场展示，这也是历次阅兵中同时展示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次。被誉为镇国之宝的洲际战略核导弹、新型的中近程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在天安门前缓缓前进，如同沉默的巨人。2015年之后，我们的阅兵活动开始变得更加频繁，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局势动荡，大国博弈加剧。为了对内增强国民信心，对外震慑好战势力，同时塑造大国形象，我们在短短2年后再次举行盛大阅兵。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内蒙古草原深处的朱日和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朱日和曾是高度保密单位，连报纸上都不可提及的名字，只能用华北某训练场来代称。但如今已扩展至1100多平方公里，亚洲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设施最先进的军事训练基地，可进行集团军规模的实兵战役演习。此地常年大风不断，霜冻期长达6个月，最低气温达零下43摄氏度，但艰苦的环境也锤炼出最身经百战的士兵。和平时期，这里就是练兵场。自1999年基地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数十万官兵在这里接受实战化训练，积累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大批军师旅团指挥人员在这里锤炼指挥才能，数百种新战法训法在这里创新形成。此次阅兵，战士们呼声震天，气势如虹，战车奔腾卷起，漫天沙尘。在武器装备方面，肩负20隐形战斗机以3机编队形式精彩亮相。装备分布式光学孔径系统，能够对抗美军 F-22的雷达锁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全球隐形战机领先行列。朱日和沙场阅兵2年后，我们迎来了今年93阅兵前的最后一次阅兵，2019年建国70周年大阅兵。当时我们正处于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从2018年起，美国持续对我国企业实施制裁措施。2018年8月1日，美国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名单，实行技术封锁。2019年5月，华为遭受美国制裁，一夜之间，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无法销售。10月，美国商务部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28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管制清单，芯片供应中断，舆论抨击，技术压制，贸易封锁。就是在这样群情激愤又几乎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下，我们举行了2019年国庆大阅兵。那一天，首都北京晴空万里。庆典开始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型电子屏幕中出现了钟摆的画面。1949、1959， 10年一个脚步。历史的风裹着战场的硝烟，和平建设时期的汗水，历经天灾时的泪水，微风轻轻吹拂，直到数字滚动到2019。70响礼炮冲天而起，响彻天空。深情的过往，无情的过往，已成历史。这一年，尽管我们在尖端技术领域仍受制于人，但军工水平已逐渐接近世界顶尖水准。东风负41洲际导弹射程可达全球，巨浪负2潜射导弹能够深入敌方核心区域，东风负17高超音速导弹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穿越天空，成为全球首个投入实战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当这些国家重要装备缓缓驶入场地，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从追随他人到实现自主突破，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坚实的工业基础。1950年，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时，第一个月就消耗了 1.4万吨弹药，但国内每月产能只有1500吨，缺口达到了惊人的 89.3%。我们依靠极其有限的机械化力量对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80年后，局面彻底改变，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我国钢年产量从1950年不到美国的140%，反超达到美国的 11.4 倍。GDP 在2019年接近100万亿元。正是这些综合国力，才让阅兵场上的先进装备具备了持续升级、不断突破的坚实基础，也让我们面对挑战时越来越具备应对能力。2016年南海对峙事件，美军双航母编队进入，中国海军100艘舰艇集结，东风负21D 罕见公开亮相。最终，美军航母悄然撤退至菲律宾。2024年918纪念日当天，辽宁舰首次驶入日本毗连区，日本方面对此高度关注，但中方回应十分明确。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早在2021年，我们就曾表态，航母不是宅男，远航必是常态。2025年6月，辽宁舰穿越第2岛链展开训练，日本内阁提出外交交涉，中方回应冷静且坚定。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希望日方客观理性看待。正如刚才发言所述，我们历次的阅兵活动，我们航母的远洋航行，并非炫耀武力之举，而是为了武力威慑。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并非理所当然。仍有一些国家深陷战火之中，还有一些难民仅仅是为了领取维持生计的面粉，却背回了同伴的遗体。当阅兵场上歼负20轰鸣着飞越长安街，当辽宁舰的航行突破第2岛链，当东风负41导弹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它们并非侵略的工具，而是和平的保障。历史一次次地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没有武器就没有和平。如今美国在全球近80个国家设立了约750个军事基地，年度军费开支超过其后10个国家的总和。
其航母所到之处常常伴随着冲突与战火。而我们也有一个第一名。35年来，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5万余人次，是联合国安理会5常中出兵最多的国家。维和战士们奔赴南苏丹、黎巴嫩、刚果金、马里等全球最危险的地区，不仅带去了维持秩序的武器装备，更带去了重建家园的工程工具和医疗物资，其中有17人为和平事业英勇献身。正因如此，今年我们第2次在非国庆日举办盛大阅兵，主要目的在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15年，中国打破常规，首次在9月3日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0年光阴飞逝，抗日战争已过去80载，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战争的阴影仍未消散，历史的警示仍需铭记。今年阅兵的参演部队多数继承自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等抗战主力部队的番号。受邀观礼人员名单里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老同志、老民兵、之前模范、烈士家属以及国民党抗日老兵，他们都曾为抗战，为今日的和平立下不朽功勋。所以70余年阅兵之路，我们能看到的并不只是各队伍从天安门前走过的那1个多小时，还有它的间隔频次，每一个时代的特定背景，以及随之涌现的时代情感。从1949年到1959年连续11年的年度阅兵，是这个新兴国家顽强的自我展示。从1959年到1984年之间的25年间隔，则蕴含着这个民族曾经迷失方向又重回正轨的复杂心情。随后从1984年到1999年的15年间隔，是为了专注发展积蓄力量。而近年来阅兵又重新变得频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已然崛起为东方世界的领导力量。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新时代的冷战已然拉开序幕，我们无处可逃。从这些间隔不定、缺乏规律的阅兵频率中，我们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民族复兴之路何其艰难。回望过去，从开国大典时战机需要飞2遍的艰难起步，到如今遮天蔽日的钢铁洪流震撼世界，从第一次阅兵时的简陋装备，当时空军还没有正式组建完成，海军力量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发展到今天已经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甚至形成了海、陆、空、天、电、网6位一体的现代化体系。每一架战鹰划过的航迹都在向我们诉说着，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还有国家强盛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和理所当然，是无数人把鲜血凝进钢水，穿过无边黑夜和无垠荒野，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奉上青春，献出生命，最终委身为我们的桥。当今年的官兵们再次整齐列队走过纪念碑前，不仅是在回顾过去的落后、分裂与屈辱，更是在告知后来的人们，这片土地曾经如何被守护，未来又将如何被继续守护。我引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参与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建德10周年，庆祝建国35周年，数月不更，烈日万兵，数月不更，北万兵，清明节约，清明节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